今天这支紧急的影片呢，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你们可能在其他地方没有办法去听见的真相。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讯息呢？是因为有一天我在跟高维意识连结，我们正在共同创造一个语言频率课程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感知到了一个非常清晰而且强烈的讯息。那因为这个讯息量非常非常庞大，然后我从里面去截取一些跟我们人类息息相关的一些讯息，在这里想要分享给大家。那这个讯息呢，它的内容主要是关于2020到2030这段时间地球发生了什么，还有我们人类的意识频率发生了什么。那在2030之后，我们人类又会遇到什么样的现象？所以因为资讯太庞大了，所以我可能会做成2集跟大家分享。嗨，大家好，我是朵娜，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根据高维意识的揭露，我们正处在2025年嘛，那其实从2020年开始到2030年的这一段时间，我们称为振动调频期。这个振动调频期在地球的历史上，它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时期。我们把它称为宇宙生平门户。那这个门户呢，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门，你可以把它想作是一种频率的通道，或是一个状态的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呢，到了2030年的时候就会被关闭。也就是如果在2020到2030年这一段时间，我们人类没有办法匹配这个频率的提升，或者是顺着这个频率的要升，也许我们很有可能在2030年的时候会去面临到更多的挑战。所以呢，这支影片我想要你们就是先把心静下来，然后请你们全然的打开你们的心，去接收这支影片传递给你们的频率。因为高维意识它的讯息量太庞大了，那我透过它的讯息再转译成3维的语言，来透过这支影片告诉你们。但是因为我是转译的人，那在转译的过程当中，我必须还是要用语言嘛。那这个语言呢，它其实有时候用字遣词的关系，可能会有一点点偏差，但我尽量让这个用字的部分跟这个频率是对齐的。那不管如何，透过这个影片，这个频率同样可以传达到你那边。所以如果你们看完这支影片的话，你们应该可以找到属于你们自己的关键的钥匙密码。这个钥匙密码呢，它可以很顺利的带着你们自己用来穿越这个过渡时期。当我知道地球安排好在2020到2030这段时间必须要完成扬升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就是为什么地球母亲突然急着要扬升呢？但高维意识回应我的是，其实盖亚它并不是急着要扬升，而是盖亚其实已经等待太久的时间了。盖亚他很清楚知道地球在银河系里面其实是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称为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宇宙是不断的在扩张，所以他们的意识频率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提升。但是作为关键节点的地球，如果它的频率没有随之提升的话，是没有办法匹配银河系的意识扩张还有频率的拉升。所以地球母亲呢，她必须要完成所谓的自我频率的校准，以及集体意识的提升，就是地表人类集体意识的扬升。如果盖亚它再像过去一样，它是无限期的等待所有的人类都准备好在一起扬升的话，恐怕地球行星可能会没有办法再承受这么多的低频意识所带来的崩塌。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点像是本来盖亚要等待所有的人准备好一起扬升，可是因为太多人都没有准备好了，所以他就一直等。但是如果等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全部一起往下掉，所以现在他必须要做出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他要选择进入到下一个维度的震动
也就是说扬升的部分。第二个呢，就是他就选择去退出所谓的银河频率图谱里面，他就不要去成为一个关键的节点。但现在地球母亲呢，它很明确的表明他要选择进入扬升阶段，也就是进入到下一个振动频率里面。所以盖亚说，如果我带得动的，我就一起带走，但其余的将会被重新安排。这也是说明了地球母亲她其实是很温柔的对待所有住在地球上面的所有的人类，只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因素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再继续等待下去了。2020到2030是宇宙对人类最后的等待期，在这近10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是地球母亲她特别为人类开启的所谓的频率落差容许期。在这个容许期里面，它是可以允许高频实相跟低频实相就是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时间线版本里面。也就是说，在2025 6月的现在，你看到有些地方在发起战争，然后仍然有饥荒、人口买卖、器官买卖，这种低频的实相有出现。那在地球的另外一个地方，又有很美好的世界存在，它是充满快乐、和平，然后有爱，然后互助的这种社会也是有出现。在这10年的时间，这两种极端落差的振动频率结构是可以允许同时出现的。可是你们要知道，到2030年之后，这个宇宙生平门户就会被关闭，这个缓冲带就会被关闭。关闭的意思就是这个地球不会再去支援所谓的就是振动频率落差很大的这种实相存在，它要么就是处在是一个很高频的状态，要么就是处在一个很低频的状态。这个完全就是取决于你自己本身是什么振动频率，你就会被安置在什么样的地球实相里面。在2030年之后，宇宙不会再把你看成是一个在选择频率的灵魂，它会把你看作是你已经决定好你要是什么振动频率的灵魂。从2020到2030，我们已经度过前5年了嘛，现在从2025开始到2030年，也就是这5年的时间，将会是地球表面频率转换最剧烈的阶段。其实我听到这边心里就有一个疑问，就是难道这一场频率的转变是不能被避免的吗？还是它是不得不去转变的？那高维意识回应我的是，它是不得不，而且也无可避免的。主要是因为现在地心跟地表的频率实在是落差太巨大了。怎么说呢？目前地心它的频率大概是在 5.5 维，而且是稳定的在 5.5 维。然而我们地表的集体意识，也就是我们人类的平均集体意识，大概是在 3.6 维。那预计在2030年的时候，盖亚想要让地球的地表意识去平均维持在 4.5 维，因为在 4.5 维的这个频率，它才有办法去匹配地心的 5.5 维，这样的频率状态之下，才可以为这颗地球去创造一个新的显化场。显化场的意思，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新的生活状态，或是新的意识形态。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说，从 3.6 维要提升到 4.5 维，这个数字差异听起来好像也还好，但其实在高维来看，它其实是一场意识架构的全部重组跟清理，也就是其实它是翻天覆地，有不一样的思维跟意识形态是完全不同的。那接下来我会说3个，就是简单的3个一个自然的法则，所以它必须要去扬升到5维的原因。其实还有更多的原因，但是我就挑几个是跟我们人类比较有关系的来跟大家说。第一个呢，就是地球它因为已经进入到5.5维的这样的能量场嘛，所以它其实是逐渐的会没有办法再去支撑所谓的3维的比较低频的实相。也就是说，任何一切低频的语言、
分裂的信念，或是想要去操控、掌控这种体系呀、系统啊这种存在，都会没有办法再被显化或是支持。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习惯用很低频语言的这种话语去跟人家对话，或者说你的信念里面就是你的、我的、个体是个体这种分离感很重的这种三维的思维的话，其实地球母亲她会用很多很多的实相啊、遭遇啊去把你敲醒。其实她敲醒你，这最主要是想要唤醒你。那她唤醒的方式，可能有时候会是你跟有些人的关系突然会断裂。然后有时候是你自己身体的健康警讯就会一直亮红灯，然后你都会觉得莫名其妙。那有时候呢，你常常会觉得很迷茫啊，很迷失，或是觉得内心有一种空洞感，就是不知道你到底活着要做什么，或是你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很糟糕。其实在2020到2030这段时间，如果你仍然处在这种状态下面，其实没有关系，因为盖亚地球母亲她仍然会用很多很多的方式去给你引导，还有给你很多的机会，让你可以看清楚现在你必须要去改变你的意识形态，让你可以就是做好就是所谓的意识转变，他会给你很多的机会。所以他其实是用你会觉得好像是让你很痛苦的方式，但事实上他是用爱是在唤醒你，他会算是有点像是陪你转弯啊，那个转弯的路程可能比较辛苦，但是它其实一直都在陪伴你。所以即使地球稳定在5.5维，那地表意识慢慢的会从3维不断的上升到4.5维，这段过程就是一定会很多人遇到让他们觉得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不管如何你都会去感受到一种就是你永远有机会可以去调整你自己的这种感觉，其实你是可以感受得到的。2025到2030这段时间是所谓的银河波段穿越期，在这个穿越期里面呢，其实会发生非常多次的太阳闪耀，也就是所谓的太阳耀斑。那太阳耀斑跟银河中心都会发出非常强烈的高频能量来到地球场域里面。这个高频能量呢，对于我们人类的身体还有我们的潜意识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或者是你称为重启也可以，你的松果体会变得比较活化。再来就是你对于时间感会变得比较模糊，或者是会有那种崩解的感觉，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高维其实是没有时间的概念，所以我们的维度慢慢提升的时候，你对于时间感就会变得越来越模糊。那另外就是所谓的潜意识，你可能会又被翻出来，或是重新启动，也就是说你可能会记起很多你累生累世的事情啊，或者是有一些人是在过去很伤痛的经验又会重新被翻出来，所以在情绪上也许你会变得很飘忽不定，你可能有时候会变得很难过，有时候会变得很快乐，就是那种情绪上的部分就会去影响到你的身体。我知道现在可能有些人会问说，那为什么这么多高频的能量注入到地球来，但是很多人都还是看起来完全没有改变？其实这也是我困惑的地方。那我也询问了高维意识，他回应我的是，其实宇宙高频注入到地球场域来，并不代表所有人的意识都可以被接收到。因为如果今天你是属于一个比较自我怀疑啊、恐惧啊、批判啊，就是比较低频的能量，它会成为一个阻隔。这个阻隔呢，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跟高频的这个频率做共振的。所以我们都知道同频会共振嘛，所以如果你的频率真的低到一个不行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接收到这个高频能量。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肉体的这个系统，我们称为容器。这个容器呢，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的话，其实高频进到我们身体里面也会产生很不适的感觉。例如说，可能你身体会疼痛，或者是你的情绪会比较多，就像我刚刚说的，潜意识会被翻出来。所以在你的容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其实你也没有办法去承接过多的高频能量。最重要的就是宇宙永远是去尊重所有人的自由意志，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内心里面是属于就是
你拒绝所有高频的这种状态的话，其实宇宙它也不会强迫你，它也不会批判你怎么不接受，同时它也不会就是一定要去拯救你，因为其实这个完全都是属于每一个人的灵魂，他想要去体验什么样的状态跟现实的时候，那宇宙它就会全然的去支持你。所以其实这个高频的能量，你可以把它想象是它伸出手想要去邀请你一起到高频的世界里面，可是你要不要伸出那只手，你可以自己决定。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内心真正准备好的人，那你就可以真正的开始在这5年的时间，跟着宇宙的能量同步跃升。这个对于就是像我们这种就是如果真的有在做每天自我修行往内看的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再来第3点，就是到了2030年，它是一个你说出来的语言频率就是你的世界的一个临界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到2030年之后，你说出什么话，你就是什么，因为你说出的语言就是你所在的现实的振动频率。也就是我刚刚说的，到2030年之后，你是什么样的振动，你就已经被定义好了。你定义好的那个振动频率，就是你所感受到的世界的振动频率。这也是我现在在制作的课程。我们可以看这个公式，所谓的语言频率，它就是等于所谓你的声音对上你的意图、你的情绪，还有你的能量。所以语言频率它不是只有发出一个声音那么简单，这个声音里面它还掺杂了很多很多的就是因素在里面。那我自己做了一个整理，就是说到了2030年，你说出来的话，其实地球的频率你就可以想象它正在扫描你说出来的话的频率怎么样。如果你说出来的话的频率是跟地球主要的频率就是高频是共振的，如果是共振的情况之下，那整个地球都会支持你，它也会支援你的实相产生。所以你会发现，哇，你说出了什么话，马上就会实现了，有这种感觉。可是如果今天你说出来的话是比较低频的，然后这时候地球的这个扫描频率的这个扫描机就会开始扫描之后发现，这个话太低频了，跟它不共振。如果是不共振的情况之下，那这个低频的频率就会立刻反弹回来到你自己身上，它可能会成为你所现实当中所遇到的，不管是很多阻碍你的事情啊、疾病的事情啊，或是会让你很混乱的事情。那我现在想要用举例的方式，可能大家会更清楚我刚刚在说什么。就是如果你是在2030年以前，比如说你讲出来的话是非常的自我矛盾的，也就是你说出来的话跟你的内心根本就是说不一样的意思。例如很常大家都会说，这份工作我实在是做得很不开心，然后我想要离职，我想要自由。但是你一直说你想要离开，但是你的内心里面其实很害怕，就是没有这份工作你就没有薪水可以活，你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就算你说出这种矛盾的话，其实地球呢，它也会给你一个修正的一个缓冲期。就刚刚说了嘛，2025到2030这段时间是缓冲期，它会透过一些状态来给你修正的空间。比如说，它会给你一些提醒，或是人生的阻碍，或是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各式各样的情境，去让你慢慢的觉察，然后去发现，然后学习去转化。它不会马上去显化出你内心那个就是最阴暗最黑暗的那个振动频率。所以在2025到2030这段时间，你可能会觉得过得很痛苦，就是如果你的振动频率讲出来的话是比较低频的话，你会觉得这段时间好像没有那么顺利，会觉得很痛苦。但是那种感觉就是好像还是有人在下面拖着你的感觉，就是其实你是被照顾的感觉。所以呢，在这段时期的显化规则，我们可以把它说成，你说出来的东西并不会
马上的发生，它会进入一段就是所谓的震动调频期，来给你一个很多的空间去所谓的就是去觉察，然后去调整。那在2030年以后呢，就是你说出来的话，它就是会变成现实，而且是没有所谓的缓冲期可言，因为地球不会再给你一种预警机制，就是说，你确定要这样讲吗？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哦。然后它会慢慢释放出讯息给你。它不是这样，它是直接共振你那个你说出来的那个频率，它就直接共振出来。所以有时候，有一些灵魂啊，或是我们有一些人可能会无意识的说话，或是用我们的潜意识无意识的说话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显化出一个就是频率应对的现实的状态。比如说刚刚说的，你觉得这份工作实在太痛苦了，然后你想要自由，但是你内心非常的害怕，充满了恐惧，你怕这份工作没有了，你就没有薪水了，结果马上你就会被 fire 掉，然后你马上就面临到资源枯竭，然后你还会面临到就是你最害怕的事情全部都会发生，而且这些发生的事情可能对你来说是很难再做调整的，因为到2030年之后，它就是直接共振出你的频率状态，你频率是什么，它就共振出什么，就是这样直接应对，它没有办法有一个缓冲或是容忍期。你会感觉到这个痛苦来得很快，而且强度很大，中间没有那种很模糊的交界地带，不好的东西一来就是马上来，然后你就是马上承受。这段时间你感受到的痛苦其实是直接被你说出来的那个语言频率给反弹。所以呢，到2030年呢，所谓的显化的概念，我们可以说，我们说出来的语言，它不再只是一种声音，或是一种传达我们意念的工具而已，它还会完完全全变成你显化的一个基准点。还有你说出来什么话，其实你就是在成就，你是在体验什么样的世界。因此接下来的5年，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速的觉醒，不是因为这些人他主动去想要去修行他们自己，或者是要去学很多灵性知识，而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有他们的现实世界里面，因为发生了很多高频跟低频冲突的关系，然后缓冲带让他们可以觉醒调整的这个时期，所以他们才会转向要走上所谓的觉醒之路。其实这也是盖亚地球母亲对于所谓的每一个灵魂都有独特的唤醒他们的方式。所以时间其实也到了，就是你要如何成为语言的主人的时候。因为一旦你可以成为语言的主人，你就可以成为就是创造现实的创造者。那其实到了2030年之后，不管你是有意识讲话还是无意识讲话，你都会去显化你的现实。如果你可以正确的去说出你的语言，那就是创造的天堂。可是如果你还是选择无意识的在说话的话，那就可能会变成就是伤害自己的工具。你会看到这支影片，然后看到这边绝对不会是偶然，这支影片的频率内容绝对是给你的。那下一集呢，我将会揭示在2030年以后，频率分流正式启动。那一些没有办法去匹配所谓的5维频率的那些灵魂，他们会往哪边去？那人类又将面临什么样的频率震动的交叉路口？这不只是意识上的选择，我们的这个肉体，也就是我们的容器，其实也会开始做变化。那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请记得按下订阅的按钮，才不会错过下一集的影片。希望大家看完这支影片，然后在这个过渡时期当中，会知道更清楚，我们应该要把重点聚焦在哪边，拿回我们自己所谓的频率的钥匙。我相信在5年之后，我们都可以在最美丽的5维世界再相见。那我是朵娜，我们下次见喽，拜拜。